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看看今天请来的几位老师是谁？他们是著名节目主持人周群老师，欢迎；著名作家陆琪老师，欢迎；著名节目主持人莎娜老师，欢迎；著名节目主持人严品红老师，欢迎。接下来的时间来分享4位老师的生活智慧吧。我们来看看第一对嘉宾的基本情况。他追我的时候，天天围着我转，跟他在一起就是因为他对我好，能宠着我。结婚以后，他越来越膨胀了，我在家里一点话语权都没有。我在外边拼死拼活的赚钱，就是为了能够让他安安稳稳在家带孩子。可他倒好，天天净没事找事儿。他把我当成了家里的保姆。现在做什么事都得看他脸色，自己买个东西还得经他同意。我嫁给他不是为了受气的。我觉得我们现在的生活还行，我希望他能把心静下来，以家庭为中心，踏踏实实的过日子。有请这对夫妻，有请。郝先生27岁，来自河北职员。陈女士30岁，来自河北全职妈妈，有请。欢迎2位啊！这个结婚有2年了，对吧？是的。孩子？1周半了。自己带？是的。啊，这职业上面写的全职妈妈，很辛苦。是的，是的。这郝先生怎么变坏了？主持人，我跟你说，在此之前，他刚追我那会儿，他对我特别好，特别黏我。那个时候就把我宠得跟小公主一样，我说啥是啥。我说想吃烤猪蹄儿了，他就拉着我去秦皇岛就去吃。然后我这是想干什么去了，大半夜的带我看电影去。现在可好，自从我跟他结了婚，有了孩子之后，门都不让我出了。我现在想出去工作，人家还不让。根本就不是他说那回事儿，出门从来也不限制他，出去工作我也不管。但是那时候我俩搞对象的时候，他做导游，可是没有家庭的时候无所谓，对不对？你这有了家庭了，孩子也有了，你还老往外跑啥？而且导游一出去，哥你不知道，他一去就最少1个礼拜，你知道吗？那我就变成我这单亲家庭了，孩子谁管？现在孩子都是老人帮着带，父母去上班是吧？然后这个等，好像也不全是，也有自己带的啊。就是大多数嘛，因为本身我的性格他也不适合在家做全职妈妈，因为我也不喜欢，对我也不喜欢。那我本身我就喜欢导游这个职业呀，我从毕业以后我就一直在干这行。我知道有家有孩子了，是吧？我可以不出去那么长时间，我就出去1、2天周边的这样，而且相对来说，我觉得这个职业也比较自由。家里有事的时候可以不出去，没事的时候可以出去，听懂了？这样也不行。不是这样的，这不是他换个工作行吗？换工作可以，就是导游坚决不能干。为啥？这个东西我在最初啊，在我俩认识的时候，他做这个，我其实就不同意。但是当时是吧，我也没有权利管人家的工作。结婚了之后，我就认为这个东西他就不能干了。不是，那你也没权利管人家的工作呀。我觉得这个东西得听我的。工作是一个方面啊，就是管你了。然后你说我俩商量不了了之后，人家可好，回我妈家告我状去了，让我妈看着我。现在这一家子人都不让我出去。是不让出去做导游工作，还是不让出家门？不让我做导游，就不能做。因为啥？其实这矛盾升级很长时间了啊。他就想玩你上一个朝9晚5的工作，我绝对不会拦着你的，对吧？你想工作，可是我不喜欢呢，我也不是那性格的人呢，我也没上过班啊。你让我天天坐办公室往那一坐，我也待不住啊。那我跟在家看孩子那捐着有什么区别呀？就这样，你说普通人你就干个普通的工作，老抬杠。我说干导游这里边还有个事儿，就是说接触人好多，而且你看他。是不是条也挺好，是吧？大高个儿啊，大长腿，长得也挺漂亮。他出去接触的人特别杂，什么人都有。我就不希望他这样，因为每天都有人加他微信打电话。就是你是觉得导游这份工作对于你的家庭来说，它是一个高风险职业，非常影响我家庭。你怕他跑了是这意思吧？那么多人加我微信，我咋没跟人家跑了？我咋嫁给你了呢？咱俩已经结婚2年多了，这点信任度都没有。主持人老师，我跟你说一下，他其实是在酒吧里做驻唱的，周末的时候会接商演。那你说，在酒吧这种环境，小姑娘都是年轻漂亮，身材好，多才多艺，是吧？这样的环境里，我咋对你那么放心呢？这个好像跟职业没关系，听来听去是先生不太放心妻子，是吧？对，就是我也不是不太放心，因为
导游真的，他出去的接触人，确实我不太能接受这个东西。不是，这世界上除了男人就是女人，出去接触的不就是都有吗？我就不太能接受这东西，就是坚决不能接受。先生有一些这个对导游职业的这个歧视，是吧？也不是歧视啊，那叫什么呀？我觉得我想稳定一点啊，就觉得他不稳定嘛。啊，除了这个，还有什么让你觉得婚后不开心的？现在这全家人看着我不让我出去，我就出不去了，出不去，我在家看孩子吧，又开始给我出幺蛾子了，又让我生二胎。你说这一个我就从头到尾带到大的，你说我再来一个，那不得累死我？小姚二胎啊？你说一个孩子，他以后也没有伴儿啊，而且再说了，你说有个闺女，说我想要个儿子。我就想要个儿子，这我也不怕说，对不对？啊！以后你闺女嫁出去了，最后不是那万一还是个闺女呢？那就认了呗。他就是重男轻女，他就想要个孩子，把我彻底拴住了，然后他自己潇洒去了。现在他已经都够潇洒的了，他不带孩子，孩子就是我一个人来带。不是你时间呢？我就为了让他能安心在家带孩子，我就工作呗，努力挣钱呗。哦，是这样吗？还说钱呢，钱都自己留小金库了。他每天白天有一个正式的工作，他会有一张工资卡是交给我了，这所谓的是给我钱了，只是够我基本的生活。然后自己天天不着家，我也见不着人，自己挣的外快都自己留着呢。我再想买什么东西都得朝人家要钱。为啥不给他钱？买这个化妆品啊，他就追最新的。啊，就得买好的，然后买衣服也是，就买贵的，这个哪个好买哪个。还有他乱花钱，你知道吗？他前2天也是给孩子买2双鞋，要1000块钱买2双鞋，我孩子1周半。我说你这干啥呀？就非得穿这么好的鞋？那小孩正是长脚的时候是吧？长得快你也知道，那穿好鞋那不能长身体吗？那人家是不买这好鞋的人就不长身体了吗？你小时候有那么好鞋，你长这么大个儿？对呀，我就小时候穿好鞋长大的，所有都长这么高。你没穿，你都没长起来。你这就抬杠。我问一句啊，要是这个鞋留下来给2宝穿还贵吗？这也现在也不要啊。问你呢？那还行啊，那还行，那还行。哎，还是挺会过的啊。就是这样，他这个。你说买化妆品，我以前自己挣钱的时候，我穿的用的都是好的，咋嫁给你之后，这生活质量都下降了呢？再说了，哪个女的岁数大了不都得需要保养吗？让我蹭我闺女的郁美净彩，不让我买，那能跟孩子一样吗？孩子本身就那么大脸，他不用护肤，我多大岁数了？郁美净多好啊，不伤皮肤，你知道吗？这化妆品越好，对皮肤越不好。我用大宝呢，多好，我这皮肤。你这一下给我们在这儿带了俩货啊！他现在就是这样，看自己挣点钱，我不挣钱，我天天伸手他要，他就特别能耐，只顾着自己潇洒去。然后我想干点什么都特别费劲。能理解哈。他给我做了个视频，就埋汰我说我这呀，我们看看吧啊，没法说。来，这是我老公刚跟我一起时精神小伙的样子。由于他只顾自己潇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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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潇洒。最终他变成一个200多斤的胖子。大家都看见了吧？我这是压力性肥胖，你知道吗？你哪有压力？你就自己吃喝玩乐，家不着，钱我看不着，天天还得看你脸色，我能受这气吗？两回事儿。两回事。他说，哎啊，没话说了是吧？真的没话说，就是完全就没法说。就你是觉得很委屈是吧？我每天，你说，我觉得啊，让他在家带孩子，在家里边守着多幸福啊！你说我天天。我在保险公司工作，做销售，你天天见的客户，那都是爷，我就跟孙子一样。然后晚上我去酒吧做驻唱也是，那客人我也要应付。我这么听起来，基本你不着家是吧？就是你除了回家睡个觉之外，也就没啥了，是这意思吧？对，回家睡觉这事儿更来气啊！晚上12点到家，人家都睡觉呢，我看孩子一天我也得睡觉吧，非得给我列起来，让我给他做饭吃，人家饿了。我一天就恨不得吃这一顿正经饭。我就想感受一下家就这一点温暖了，对不对？我都一直在奋斗。你啥都想要，我还想要家的温暖呢。然后我不给人做人可好，自己点外卖呀，小啤酒一喝，小串一撸，特别潇洒。那您的日常生活是什么呀？我平时就是自己带孩子。我原来的时候，我带着闺女愿意出去溜达溜达，然后或者跟闺蜜去逛逛街什么的。这不行，只要我一出去，回来准吵架。为啥呀？因为人家说我们娘俩出去就知道瞎花钱去，人家挺不容易的，好像就是多难为他了。他就在家待不住，我就想你这在家能不能稳当一点？不是你在家带过1天娃吗？我应该没有。你带1天，你试试看看在家是不是稳不住？你试试。我也知道带孩子肯定也辛苦，但是带孩子出去玩玩有什么呀？不是挺好吗？
孩子太小，就特别小的时候他就带着去逛街去，就完全不在家待着那种。那就逛去呗。那你说你不让我出去，你还不让我逛街，那我还有自己的生活吗？那我嫁给你就给你当老妈子来了？我就觉得孩子太小，抵抗力也不太好，而且他跟着他那帮姐妹儿也不太喜欢。为啥呀？就是全不着家。我觉得现在你挺幸福的。幸福什么呀？你看我闺蜜，人家也是在家做全职妈妈，但是人家老公在外头挣完钱回来，人家给请了一个保姆。然后人家有人帮她带孩子，她呢偶尔的时候出去逛逛街也是可以的。有一次我闺蜜看上身衣裳，想要给参谋参谋，我说那不行，我老公不让我出去，回来要打架呀。她说那这样吧，那我带着孩子和保姆上我们家了。上我们家正好2个孩子还有伴，我一想也行啊，人家是专业的是吧？完还有2孩子还有伴，我就琢磨着那都看会儿，我俩都赶紧去赶紧回来。这可好，那天也不知道他咋回来那么早，就被他撞见了。这回来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一顿给我说呀，还当着我闺蜜的面都说了。你说以后人家还能跟我玩吗？那你说我还得蹭人家的保姆，那你有条件，你让我在家做全职妈妈，你也让我做一个舒坦点的呀。你这还不如带着孩子去呢，你知道吗？我一开门吓我一跳，我这谁家呀？我说看我闺女在那儿，我就问我说阿姨您干嘛呢是吧？他说那个你媳妇跟着那个我们那个去逛街去了，这俩孩子我看一会儿。当时我这火就不等于出来，我说这把我孩子带跑了怎么办呢？人家家的保姆又不是1天2天的了，你说带跑就带跑？你能看孩子要保姆干啥呀？来吧，咱们梳理梳理这些问题啊。2胎要还是不要啊？不要。为啥不要啊？你带呀，那以后你在家看孩子就行，你看孩子我挣钱养活你们娘仨去，那养活你们爷仨都行。这就抬杠，你这一拉就这样。不是抬杠，咱们解决问题嘛。这种生活我再也不想过了。你男主外女主内，你干啥？你妻子给出了一个方向嘛，要2胎可以，我生完孩子之后你带娃，我去工作养你们3个人，这方案行不行？不是不行，行可以，但是它不现实，这就是一说的事。不，咱们把它当个条件摆在这儿嘛。第一个问题咱们假设解决啊，就是从现在开始，先生先把第1个娃带明白了。对吧？对。然后妻子出去工作，你先养他们俩啊！你不会啊？我不会带啊！那你学呗。对呀，谁在家不是小公主啊？我嫁给你之前我会什么呀？行，第一个问题咱们放在这儿了啊，想要2娃，你来带。第2个问题，关于能不能出门的问题。出门没限制，他也没少出去啊，没限制哈，没限制。能继续从事他所喜爱的工作吗？这干不了。好，哎，你自己有什么特别喜欢的事儿吗？我对这个唱歌爱好还是比较喜欢的。那你以后不让你唱歌了行吗？那得挣钱啊！人家做导游也得挣钱呀。我能回家呀，他一出去他就肯定就晚上就他不能在家过夜了就。哦，不放心还是舍不得？都有啊，都有，既不放心也舍不得。咱为这个家做点牺牲，咱不干这行不行？其实我一直在做牺牲，可是他真的太过分了，对我也不好啊。你要是说我在家，你腾出点时间来，是吧？知道我喜欢玩，你带着我出去也行。现在不行，稍微有点空了，又出幺蛾子，又要自己出唱片去，又要自己出专辑的，自己拿自己小金库想干啥都干啥，我就干点啥都不对。我为了努力改变生活，他嫌我挣钱少，对吧？因为我现在也是因为钱少，我时间才少，对不对？那我如果有钱的话，我时间肯定也有了。那你就更少了。因为他们时间都很少啊，你有时间吗？对，我又穷，时间又少。比他富裕点吧？啊，你接着说。对呀，我就想现在我在努力，然后我有一个朋友在我家那边，他自己出了一张唱片，就大概15、16万这样。那我觉得我也吹一下呗，那万一我的出场费不也就涨了吗？这样我不是吧？就结婚几年啊？2年多。也就是说，你1年攒了8万块钱的私房钱，2年攒了16万吧？这不要出个单曲是吧？出个唱片是吧？不够，我手里没那么多钱。你肯定有啦，要不然怎么要出呢？不是，你出是2个人合作，我们也想2个人合作啊。那你攒了不少私房钱。反正他手里有多少钱我不知道。这夫妻之间不应该财务透明吗？他乱花呀！你说你在家好好带孩子，现在生活多好，我自己一个人奋斗去，咱们慢慢改善家庭生活不就行了吗？对他来说，那个可能不叫幸福，那叫束缚。是的，其实也快熬出来了吗？再有个1年半，女儿不就上幼儿园了吗？对，我是觉得孩子大点了，我不就能出去吗？可是我现在真的越来越受不了，他管的越来越多。他除了管你之外，他对你的态度好吗？不好啊，我就在家干活行，别出去也别拉花钱的事儿，只要是拉，那就肯定气不打一处来，各种跟我找茬吵架。所以今天来的目的是什么呢？他要再这样下去，我跟他过不了，因为我不让他去当导游，就要离婚。
我就已经忍受你2年多了。如果说当初知道你是这种性格、这种想法的话，我就不会跟你结婚。现在已经结婚有孩子了，你就拿孩子你就要挟我。你是觉得自己现在失去了自由是吧？对，我觉得我自己挣钱，我也能养活我女儿，我不一定非得跟她在一起。听懂了吗？我这懂。我说你现在不现实这个问题。哎，那你要去工作了，家里有人带娃吗？有，其实老人都可以帮忙带的。那要一走个7、8天的，3、4天会想娃吗？会。那怎么办呢？我就不去那么远的吧。你觉得太不靠谱了，对吧？对，而且也没必要，对吧？对，我想象的生活就是现在这样，特别好。然后他就过不了了。我不能诅咒你的压制啊。他现在就过不了了。你注意，刚才你那个用语是我想象的生活就是这样。你有没有听他想象的生活是什么样？你想象的生活是什么样？我觉得2个人应该共同奋斗，而且每个人不能说因为婚姻就没有了自己的生活，没有了自己的自由。我可以妥协，就像我不出去那么长了，我也可以兼顾家庭和工作，不一定我什么都是依附你的呀。真离婚也受不了吧？但是这样过下去我也受不了。对，就是看看怎么调整，是这意思吧？来，我们听听老师们的意见，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我注意到一个细节啊，就是赵川让女生开口的时候，这个小好同学做了这样一个表情。我觉得他那个意思是说又来了。我相信陈女士在家这些话已经反复的跟他沟通过很多遍了，但是完全没有作用，是吧？是。这样，我把他刚才说给你的话，我再重复一下啊。他刚刚是跟赵川说的，我现在是跟你说。你看，外面的世界多复杂呀！社会那不是你想象的那么简单的。他在酒吧唱歌是吧？那环境多乱呀，是吧？你想想，那每天接触多少人啊？你能放心吗？你看他这样，虽然身材不行，但他扎个小辫儿，他心里有颗躁动的心啊！你能摁住他吗？你得看紧点儿。我觉得。他在家比较放心，别出门了，出门干什么呀？多招事儿啊，是吧？这是他刚刚说给赵川表达的他对你的担忧。我认为同样的担忧也可以放在他的身上。为什么他反复说男主外女主内？那我们这些女的都应该回家，你们干嘛坐在这儿当嘉宾啊？哎呀，我觉得你这话说的特别好，你们干嘛坐在这儿当嘉宾？真是的，你们都回家去带孩子，不都有孩子吗？都坐这儿干嘛呢？咱们一起回家。对，都回去。对，然后弄得现在阴盛阳衰的，对吧？你看，就我跟陆琪老，我们都姐妹，比不上啊，比不上，你们厉害。所以他的这个观点反复的要说服你，我觉得不但说服不了你，连我都说服不了。你认为你在婚前对他表达的一切、所做的一切感动了他，你就可以改变他的人生，让他按照你的轨迹行进了，这是不可能的。他已经表达了，如果再这样下去，你们之间已经就没有信任、没有基础，甚至有可能走到这个崩溃。他的生活、他的世界不仅仅只有你和孩子，如果只有你和孩子，你也会崩溃的。长此以往下去，我觉得2个人是没有办法共处的。你想到你有梦想，你要攒钱去实现你的梦想，他为什么不可以去追求自己的梦想，同时他还可以挣钱呢？你只想到你自己，你没有想到他。所以通过这件事儿，我一定要告诫我的女儿，如果你谈恋爱的时候，这个小伙子哪怕对你再好，可是他想将来你完全听他的，做梦想都别想，不能因为任何人束缚你的身心自由。所以小好，我个人觉得你在这件事情上做得非常不妥，而且我认为他已经做了很多的让步。他说尽管我很喜欢导游这个工作，可是我可以做1、2天的这种导游周边的，我认为这是没有问题。我们当年孩子小的时候，我们其实也在出差，我们也在克服各种困难，没有人阻止我们，或者说有人阻止我们，我们不允许别人阻止，不会让这样的事情持续的发生。他已经做了1年多，我觉得已经很好了，为什么要阻止他？如果你想这么控制他的话，你给他1年时间，你们俩调个个尝试一下。如果结果是不一样的话，我相信你会尊重他，好吗？谢谢。好，谢谢周群老师。来，陆琪老师。我们中国有一句老话说特别好，叫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问你一件事儿，你觉得他为家庭付出和你为家庭付出，谁付出的多？
我觉得都付出了啊！你看，那你承认他付出了是吗？对，我承认啊，这个。他得到了什么？他没有工作压力啊。这是他想要的吗？你有想过吗？你要明白他的成就感是什么，他从什么地方获得我想要的东西，他的自主权在什么地方？到最后你们要来看一看，就是我为这个家庭的付出是不是我很乐意或者我很舒服的在付出。如果你是很舒服的在付出，那你付出的是不够的。我觉得我也不舒服啊。对呀，你现在付出，我现在你都出唱片了，你都管他500块钱一双鞋。因为我现在过得也不高，也不是多开心，因为白天的工作、晚上工作都非常累，我不想。那你俩就调个个儿，他出去工作，你在家带孩子，你试试嘛。对啊，你不是说在家多幸福吗？最后，郝先生，我再跟你讲最后一句话：如果你真的要让他当全职太太，一个全职太太一定是一家之主，一定是财政的掌管者。如果没有这样的权利的话，任何人都不是真正的全职太太，她只是这个家庭里面的一个保姆而已。就这样。好，谢谢陆琪老师。尚娜老师，我特别讨厌这样的男人。婚前说什么你负责貌美如花，我负责赚钱养家，婚后就变成了你负责洗衣带娃，我负责浪迹天涯。全职太太是干嘛的？你雇一个保姆试试，你1个月多少钱？全职太太是用自己全年无休为这个家庭的付出换来的。你以为你往家里面扔2个钱你就厉害了？真正的我负责养你，你负责在家做全职太太。这个全职太太在家，她一定是有支配权、决定权和知情权的。她连你有多少钱都不知道。你养她，你不应该把所有的钱都给她吗？钱呢？所以我觉得你站在台上说什么你在家多幸福啊，我在外面工作压力多大呀，那你回家待着你试试啊。你问过他孩子1岁半这2年他吃过1顿整饭吗？所以我就觉得这种站着说话不腰疼，自己从来没有体验过，然后指使别人说别人男人特别不负责任。你想要这份权利，你就要为这份权利有所付出啊。如果当权力支配一切的话，爱就消失了。所以我希望你警醒的是什么？你要明白，我的妻子她要的那个自由到底是什么？她不是说要出去疯，要出去玩儿，她也要和这个社会接轨。她的世界不是家里面这个小小的天地。这些东西凭什么你都拥有，她没有呢？所以说到底，我觉得一个男人如果说出“我养你”这句话，他要明白其中的含义。含义是什么？我尊重你一切的决定，我尊重你一切的支配权，我把所有的权利都给你，这才叫养。如果说给几个钱就是养的话，那不好意思，你换一个老公，好吧？就说这么多。谢谢尚娜老师。严老师，换位思考是婚姻相处的长久之道。只考虑自己的感受，叫德不配位。你有感受，对方没有感受吗？你想要实现自己的价值，对方不能吗？你认为他应该做全职太太，他做全职太太就高兴吗？是，有些家庭的分工就是这样的，男主外女主内。有些女性就愿意在孩子小的阶段，我去全力付出，做个全职妈妈。抱歉，你太太不是这样的。我们如果不尊重对方的感受，你在婚姻当中就是不配当丈夫，不配做这个家的男主人。你始终听老师们说都在笑，我不知道你在笑什么，你还笑得出来？你以为你的婚姻是那么的牢靠？你以为这个女人离开你活不了吗？如果在婚姻中德不配位，你这个位迟早会被踢出局。我不是说女人现在这个阶段我们一定在孩子很小的时候，我就要实现什么自由，创造自己所有的社会价值、家庭价值。每个人的感受不一样，但至少我们要尊重，要协商。在你们的婚姻中，我看不到男方有任何尊重女性的地方。女生妥协是婚姻中的美德，但口无遮拦，伤人伤己。其实你心中也知道，这个男人对家的付出你也认可，但你话说出来真的是不好听。什么我离开你我就不能过了吗？我就是这个带着孩子可以怎么着？我挣钱还不一定比你少呢，我一个人养你们仨。
其实，在婚姻中你都做到了，你在妥协，你放弃了工作，你全职的照顾孩子，咱也得学会一些夫妻相处之道。我给你们建议其实很简单，把你们各自的需求列出来，咱不掰扯了，男方需要什么，女方需要什么，一人一半。你想要工作，但是确实在这个阶段孩子还小，我们如果去讲究科学育儿的话，在孩子这么小的时候，可能你对孩子照顾确实要比他贴身的更多一些。我们把所有的家庭需求都列出来，每个人在这个阶段该干什么，互相妥协。如果连起码的尊重，先生你都做不到，我认为这位女性可以独立站出来。你不是做保险吗？我看很多保险从业人员在家也可以联系业务。驻唱少唱2天怎么了？时间本身就是灵活的。今天我上班，明天你上班；今天我照顾孩子，明天你照顾孩子。我不相信他做不了。列好单子，讲好需求，折中处理，是你们现在唯一的婚姻能够相处的方式，好吗？希望你们婚姻能够越来越顺利。谢谢。谢谢老师。谢谢老师。我可以帮你翻译心里话吗？你试试1年365天无休的在夜场里唱唱歌，你试试。你试试陪着夜场里面那些人一杯一杯的喝酒，陪着笑脸，你试试。他就会认为说，哎呀，一个女的在外面搞导游，你就得跟人陪着笑啊。我心疼你啊，我的女人，我不能让你跟别人去陪笑啊。心里话吧，是这样。他心里面一定会这么想，但是你恰恰忽视了。其实我现在给他创造生活是我想要的。你叫应该嘛，所以人家觉得不应该这样嘛。这事儿我相信你们可以有一个很好的处理和平衡的一个结果，只要记住，生活里面最应该减少的是应该。当你把应该减少到你人生的极小一部分的时候，你会生活的特别快乐。她是妈妈，她就应该24小时看孩子吗？不应该。我是一个男人，我就真的要主外主到家都不沾了吗？不应该。琢磨琢磨。其实我不想让你去工作，我是不想让你那么累。包括就是刚才老师们说，我都能听明白。我为什么没笑？为什么会笑？因为他们不懂我的状态，不是说我表现的这种，说我工作上多开心，我晚上去唱歌我多么爱好，我一切的基础我都是为了家庭的经济。我想让你安心的在家待着，因为就是我是想给你创造这种生活，我也不是说想要去控制你如何。我觉得工作真的，他的工作太累了。你每天真的出去做导游，3、4点就要去接人，每天面对着什么样的人都有。我跟他出去过也，这个事情不是说你想象的那样，我想去管你，我是不想让你去那么累。可是我喜欢这个，我爱这个，我照顾孩子也很累，一宿一宿我也睡不了长宿觉，但我一直在坚持。为什么你都不能理解一下我呢？尊重一下我的意见，让我做一些我喜欢的事情。如果心里面你把那个盖子盖得那么紧，别的什么东西都溢不进去的话，那你只能按照你自己想象的轨迹来生活，家里面就变成这样嘛。其实大家只要求你做一点嘛，如果你是真爱他的，请你听听他的需求嘛。如果连一个女性最基本的工作的要求和自我选择职业的要求你都不能满足别人，我觉得你单身最自由。谢谢两位，请回吧。谢谢啊！你要不答应人出去工作，你别出来啊！给人一明确的态度啊！来，请关门。来，看看这对夫妻，他们有没有选择了为对方让步？请开门。我爱你，你爱我，我们再也找不到借口。我相信第一次一起飞向爱情的自由。我爱你，你爱我。来，就问一句话啊，是你同意让人去导游了是吧？想干就干吧。哎，这差不多。各位请见证。你是我这生命中世上独一无二。你想去干啥就干啥就行，是吧？
请亮灯。这个送给你。我最后再问您一句啊，就出去工作了，也稳定了，会不会考虑给自己的闺女再来个伴儿？如果能正常生活，我会考虑的。挺好。二宝的问题也解决了吗？很多问题其实连环套，就套在这儿了。谢谢两位啊，请回。我的心不会变，下辈子再爱你一遍。人靠想象过日子啊，难免出问题。我想象着我老公养我，我可以不去工作，多么的幸福啊！幸福吗？我想象着我在外面拼命的努力工作挣钱，我老婆一定是开心的，开心吗？所以生活不要靠想象，咱慢慢的在生活里磨，碰到了问题就多聊聊呗，啊，实在不济就来我们这舞台，听听老师们的建议，了解下一对嘉宾的基本情况。我和他是同一个学校的，他的长相是我喜欢的类型，我做梦都想把这段感情谈好，但他总是给我找别扭。我和他特别玩不到一块儿去，我希望最后的大学生活能过得丰富多彩一点，他总是拖后腿，还喜欢莫名其妙的生气。我都是为了相同的问题生他的气，他还总是明知故犯，我受不了他总这么故意折磨我，而且还不讲道理。他能为了很小的事跟我计较，总主动闹分手，但又每次都不敢分，我越来越受不了他的性格了。有请这对情侣，有请。小然23岁，来自四川，学生；小婷22岁，来自四川，学生。有请两位，有请。主持人好。好，爱干嘛呀？他可能就觉得我有点烦吧。我想让他陪我玩，他又不陪我玩，还一直管我。你们现在在一起多久了？1年左右。怎么认识的？就是在学校的电音社，就是相当于一个打碟呀那种社团，然后我们在里面认识的。哦，然后呢？然后认识过后，我们在一起差不多才3、4个月，那个时候他就要求带我去见他的父母。他父母也特别的喜欢我，然后就商量着要去见我的父母。见了过后呢，双方家长也见面了。对，就双方父母见面。然后当时就跟我父母说要搬出来跟我合租在一起。什么意思？就约我跟我闺蜜都在酒吧里面蹦迪。我父母管我就特别烦，我就跟他商量，你帮我打下掩护。我说我们俩一条绳上的蚂蚱，我先去跟我闺蜜住。她也同意了，她明明都同意了。然后我就去跟我闺蜜住了过后。没多久，他就去跟我父母说了。我们一开始跟父母说好了的，咱们出去合租，我可以看着的你。结果现在你就天天跟闺蜜在外面玩，把我一个人扔家里边，我就天天在家里面跟他担惊受怕。但是他就是背信弃义啊！他明明答应了我的，答应我觉得就必须要做到，人就不能背信弃义。我听明白了，就是双方谈恋爱没多久，男生就以要照顾女生为由。双方合租，为了让这个合租这件事儿更正式化，男生还把双方的父母凑在了一起，就说：“哎，爸妈你们都在啊，这孩子以后我照顾了，是这意思吧？”这是。结果女生说：“谁跟你合租啊？你跟我爸妈说我们是合租，但是她跟闺蜜去住了，是这意思吧？”对呀，你想我们才在一起多久就合租，本来就不合适。听明白了，就这么点事儿。还有就是我有很多的异性朋友，然后我就2闺蜜。我就一帮子哥们儿，他们对我都很好的，我们认识很多年了，很照顾我。然后我跟我哥们儿出去玩，我也想过带他不去，说看他们不顺眼。我觉得你都不认识，有什么不顺眼的？那你把人家当哥们儿，那人家把你当哥们儿了吗？人家天天请你喝酒，人家把你当什么呀？能把我当什么呀？我就是他们的好朋友啊。你觉得他们把他当什么了？我觉得就对他有想法，不然什么想法？主持人他聊都没了解，他就说我的那些哥们儿有想法。不是，人家说你那些哥们儿对你有想法。对呀，他都没有去了解我的那些哥们儿，他都不认识他们，你知道吗？哦。然后主持人，我觉得我这个人吧，虽然很爱玩，但是我能自己
挣回来。就我觉得我自己挣自己花没有什么问题的。就我又没有花他1分钱，然后我做那个化妆师，做平面模特，然后我还做舞蹈老师。你说他妨碍我玩就行了，他还妨碍我工作。平面模特是要去跟那个男搭档一起搭档，比如说拍什么婚纱样片啊，然后那些的。然后我去拍照，他又特别的不舒服。他天天发他跟其他那些男模特的那些婚纱呀、那些情侣照往朋友圈发。我发照片是为了展示我自己，然后也为了给我自己能接到更多的单子。让我发了之后，他就在底下发一些什么女朋友又结婚了，女朋友又遇到真爱了。我怎么想？我们2个你加了我的父母，然后我们还有朋友共同的。他让我那些朋友、父母怎么想，搞得我很下不了台，我很爱面子的，我特别爱面子。那我面子往哪搁呀？他就是为了气我。不是，你跟他沟通啊，你发这干嘛呀？没用啊，他也不乐意给那男模特打马赛克啊。我打什么马赛克啊？这个照片一下不就变丑了吗？我旁边站了一堆马赛克怪物。你们还怎么闹？我听听。现在不是直播很流行吗？我很多朋友都在做，然后我觉得挺好玩的，然后我也想做。我不是学舞蹈的吗？我学了很多年，然后我做舞蹈直播的时候，本来直播间没什么人气，他还进来给我捣乱，说什么我跳得像蜘蛛精，长得像比目鱼，然后我就很搞不懂，我就直个播，你给我捣什么乱啊你？我就不乐意他在直播的时候跳那种舞。哎，你直播的时候跳什么舞？大概就是这样的舞。就这种比较性感的那种啊，行吧。但是他就是戴有色眼镜去看呀。不是有色眼镜啊，我真的就是不想。你说他直播的时候跟人聊聊天啊，这些他再不济他跳个那个广场舞我都可以接受啊。他为什么他什么广场舞？好好的，我就看他在其他的男生面前跳这种舞，看着就难受。行吧，谈了1年多了。这是准备分手吧？我不想提，但是他经常威胁我。哎，没他其实挺好，我觉得生活里。但是我觉得有一份我没有听出来你男朋友存在的意义何在啊？但是我遇到的男孩子很多，但是我觉得能让我遇到一个心动的，真的少之又少。哦，就是你能遇到男孩子很多，但是认真把你当个宝的基本没有。他把你当宝了，而且我心动的很少。那我听明白了。哎，你为啥呀？就喜欢他，开心吗？现在不开心。这开心过吗？开心过。什么时候开心啊？才开始的时候吧。哦，我再问你一下，你觉得就是一个22岁，一个22岁的姑娘或者小伙，每天蹦迪，这生活正常吗？我觉得挺正常的，因为我觉得年轻人的发泄方式就是这样，什么年纪该做什么年纪的事儿，而且我也没有花过他1分钱，我觉得他没有挣钱的勇气，凭什么来管我？是，每个人有每个人选择生活的权利，你觉得正常吗？我觉得不正常。那你为什么选择一个不正常的女孩做你的女朋友呢？我就想改变她啊！我就想改变她。哦，你是为了改变她？就看着她的样子，我就难受，我就想改她。啊，要改好了，你还喜欢她吗？肯定喜欢呀。就是她变得完全按你想象的那样，你还会喜欢她吗？他不就是为了征服我吗？女生用这个词用得好，所以你现在的很多做法就是你想征服我，我就不让你征服我，所以才有意思，是吧？但是我就想让他陪我呀。所以我想知道你谈恋爱到底是为了玩儿，就这场恋爱对你来说是一次玩儿，还是很认真的一段感情？我觉得我挺认真的，但是我觉得玩儿是我现在的天性，一时半会儿也改不了。22岁，哦，你大概什么时候能改？就是您这天性大概在您的这个字典里面什么时候就可以结束了？起码25岁以上吧。哎，主持人，你20多岁的时候要去蹦迪吗？不去。那好吧。真没去过。但是我不是学艺体的嘛，艺术生，就很多都很喜。这都是艺术生，都学艺术啊？怎么了？但是我觉得我们舞蹈的，然后反正我就很喜欢那种氛围，我就喜欢跟大家伙的一起蹦迪，一起开心。这个我就是每个人应该有每个人的生活方式，这是你选择的一个生活方式，我没有权利指责你，对吧？就是我可能选择我的生活方式，你选择你的生活方式。我现在很好奇的是说，你谈恋爱了呀？是不是我这个思想老了？就是你谈恋爱了，你心里面住着一个人了，你要考虑这个人的感受啊。结果发现你们俩都不考虑对方的感受，
就是彼此伤害，我不理解这个。我最希望的最好的恋爱状态就是我玩我的，他玩他的，但我们还是情侣关系。我工作我的，他工作他的，他不要妨碍我。这次我就听明白了，你理想的恋爱状态是？我想的是两个人可以一起工作，一起做事儿。女生其实要的是一个名分上的恋爱，女生这场恋爱就叫我正在谈一场恋爱，需要来秀的时候，这是我的男朋友。不需要秀的时候，我就是自己。男生的想法就是一个正常的恋爱当中人的想法，我想跟你腻在一起，对吗？啊，对。所以女生的要求，我觉得总不能腻一辈子呀。啊？不可能腻一辈子啊！他太黏我了，黏得我喘不过气来。懂了，我们都听懂了，就是你就希望永远保持这样的状态，对吗？嗯。你听听老师们怎么说，好不好？来，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刚刚我听这个女生一开始说，包括男生说的时候，其实我内心是排斥的。我觉得一个女孩20来岁了，你怎么可以这样玩？你怎么可以天天晚上出去喝酒玩？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慢慢听他们俩的故事，我似乎也没有站在女孩的对立面。当然，我作为母亲，我会特别着急。我觉得如果我的女儿这样，我会每一天晚上都特别担心她。但是如果把我放在这个女孩的位置上，如果我是她，我现在22岁，我真的会特别排斥这种生活吗？我觉得可能不完全了，因为她始终在说，我在这个年龄，我做我自己喜欢的事情，我也没有妨碍任何人。我觉得也有一定的道理。当然他们现在恋爱了，你没有考虑过对方的感受吗？可是对方已经知道他的生活就是这样，而且他们也交往了这么久，说明对方也在慢慢的接受这个现实。虽然他想改变，但是改变不了，他也在接受。如果他真的接受不了，我相信他可能转身就走了。所以可能这也是年轻的爱情的一种相处方式，跟我们当年我们所经历的已经不一样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我作为母亲，我也在想，那我的女儿是不是可以去接触不同的人，交朋友，让她看到这个世界的五彩缤纷，或者说有阴暗有阳光，她才能够了解更多的人心和人性呢？但是你了解更多是看更多样，对不对？嗯，不是天天就在酒吧和夜店里吧？我的意思就是说，他在这个阶段里，啊，他可能通过这种方式了解了一些不同的人，所以我本来很想批判他，但是当他们说完这段以后，我发现其实我没有什么力量或者理由去过度的批判他。当然，我觉得作为一个女生，这么晚了一直在外面，每天在外面还是有这个安全的风险性的。从我的角度来说，我支持你做你想做的事情，在这个年龄里。但是呢，我反对你夜夜去蹦迪，我觉得相对来说还是有风险的。你做你自己喜欢的事情，其实是要有一个度的，你要掌握好。明白了，来，武奇老师。哎，我问你个事儿啊，连他爹妈都管不住他，你凭什么觉得自己管得住他？我给你打个比方你就明白了。比如说有一只小野猫，天天在外面风餐露宿，你呢是个爱心人士，你每天拿着猫罐头喂它吃，那小野猫每天来吃你的猫粮，吃着吃着对你有感情了，突然之间有一天你想，哎呀，干脆我把你收养了吧，把它给抱回家。抱回家之后，你突然之间发现这只猫为什么每天跳窗跑外面去呢？我不是给你一个家了吗？很简单，它对你有感情，但这只野猫没有想成为家猫。你跟它之间不是爱，爱是什么？爱是我就喜欢这个人的本源嘛。爱就是他去蹦迪，你爱的就是他蹦迪啊。他喜欢出去玩，你爱的就应该是他的喜欢出去玩啊。你爱他的皮囊，但是不爱他每天晚上出去，不爱他有别的朋友，不爱他的职业。你除了他的皮囊之外，你不爱他所有的一切，这叫爱吗？这不叫爱，这叫什么？这叫吸引。你只是被他吸引了，你不爱他。所以你说我要改变他，改造成你爱的那个样子。所以为什么我们会认为你们这段感情是不成立的？因为他要让你变成家猫，
你要做野猫，你有太多太多不爱他的地方，偏偏要改造成你喜欢的爱的那个样子。所以年轻人明白自己到底喜欢的是个什么样的人，喜欢乖乖女就不要出去找野猫。就这样。好，谢谢陆琪老师。莎娜老师，分手吧。小婷，你不需要男朋友。我觉得我需要。你需要夜夜笙歌。22岁正是应该开始为自己梦想和理想奋斗的年纪。你在每天晚上泡酒吧、泡夜店，而且你说陪你那些哥们儿朋友，你以为他们是怎么看你的？你是他们那些男性当中的一个调剂品。一帮男生在一起有什么好玩的呀？当然需要一个女孩啊。人们常说一句话，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灵魂万里挑一。但是好看的皮囊如果以此当作资本来卖弄的话，这就是不自重。你可以蹦迪，可以去寻找你的爱好，但是如果你把自己这种爱玩的天性当成炫耀的资本，你觉得其他的人会怎么看你？所以我说分手嘛，不要交男朋友，你就玩你自己的就好了。现在你是自己玩，还拖下一个男生下水，干嘛呀？所以自重吧，我们不反对你追求自己的梦想和你的爱好，但你要知道22岁这个年纪真的应该做什么。谢谢。好，谢谢莎娜老师啊。来，严老师。女生，我问一下你啊，你自我的定位和认知，自己的身份有哪些？你告诉我。我觉得我现在是一个学生，但是我觉得不要但是，首先一学生，第二化妆师，化妆师，第三舞蹈老师，舞蹈老师，平面模特，就这4个身份是吗？没了，你不是女儿，你不是女朋友。所以啊，从你对自己身份的认知上很清楚啊，男生听到了吗？他上来就说我和父母关系并不好，至少他现在是忽略了我是一个女儿的身份，更别说女朋友，他的认知里就没有这个定位。无论你选择怎样的人生，你自己承担后果就好。但如果你是个女儿，你要不要承担责任？你要不要对你的父母负责？一个姑娘夜夜笙歌，真出了问题，谁负责？你负得了责吗？你是女儿，你是女朋友，女朋友要负什么责任？至少要陪伴、尊重、理解。我说的没错吧？所以你既然不把自己放在一个女朋友的身份上，为什么要去维护一段根本没有价值的关系？你既喜欢灯红酒绿给你的刺激，也喜欢一段不对等关系当中带给你的刺激。其实喜欢刺激，喜欢冒一些险，或者喜欢可能更让我心跳加速的这种状态，未见得是不好。也许还能推动你发现你自己有更大的能量去做事儿。但是你的状态，你只是喜欢单纯的，甚至有一些低级的刺激。这种带给你的一定是终身的伤害。我希望你能够反思，恋爱不重要，它也不重要，跳舞不重要，重要的是我的人生，我的身份，我的角色怎么定义？你到22岁都不能定义自己的身份，你32岁呢，浑浑噩噩过一生吗？所以我希望你能静下心来想想。谢谢。好，谢谢严老师。我觉得在爱情当中，一个男人是不是有力量，完全可以从另一半的身上看到。我其实一直好奇一件事情，如果你真的把它当成一段恋爱关系的话，他做那样的事情，为什么你不去？那既是一种保护，也是一种爱的释放，或者叫爱的宣言，你为什么不去呢？所以你看，你在生活里面你是在躲啊，这是我特别不理解的。男生我特别不理解，女生因为老师说了很多啊，因为年轻女孩子真的你就是在她这个生活阶段，有时候她会迷失，有时候她会迷茫。希望老师说的话你仔细去想，因为他们是从人生的角度去帮你重新梳理了一下。千万别觉得我年轻我就是这样，那句话你就记住，无知者无畏。
有些无畏是值得赞赏的。我喜欢跳舞，我跳拉丁要跳得好，我一天练12个小时的拉丁，我用汗水来铸就我的梦想，那是一种无畏。和我喜欢跳舞，我在酒吧里面天天酒、朋友和所谓的蹦迪来完成我，你自己对比啊！我相信你们有辨别能力。来，一起进入真情60秒。能做的都做过，应该还来得及去悔过。我觉得吧，假如没把一切说破，虽然我讨厌他这个样子在外面玩，但是我可以一点一点的为他改变。我觉得我可能该好好的想一想以后的事儿了。就谈恋爱需要做的事儿，我很纠结。误会自己洒脱，让我们难过。可当初的你和现在的我，谢谢2位啊，请回吧。来，请关门。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我们节目的唯一官方报名热线是0223606301，有情感困惑的观众朋友可以来电报名，不收取任何费用，小心被骗。我们来看年轻人自己的选择吧。来，请开门。我爱你，你爱我，我们再也找不到借口。这像是第一次一起飞着爱情。我弱弱的问一句啊，你们俩来这节目干嘛来了？我觉得一开始我还是很想让他改，但是我觉得听老师说那么多，我觉得让我想重新的审视一下自己。这个戒指你们拿着啊，只拿戒指。所以刚才女生那个是个心里话，她也明白，真的男朋友去了，那些跟她在一起的所谓好闺蜜们也就散了。对，来，我们见证他们的浪漫时刻，各位请见证。你是我这生命中世上独一无二，不说出只是誓言。Marry me, my baby。送给你们啊，谢谢2位，请回吧。爱情保鲜剂。有网友提问说，我们结婚5年了，开始生活并不富裕，我们一起努力创业，有了现在的成就。可他现在呢，却整天在外面应酬，经常整晚不回家，对我和女儿一点也不关心。而我也听朋友说，他总是带着公司的女同事去应酬。我不知道他是因为忙还是变心了。我想跟你说的是，如果是一颗已经改变了的心，无论你用什么样的方法，都是无法挽回的。祝你幸福，谢谢。感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陪伴，下期节目再见，谢谢大家。